原油突破$140，伊朗的桥被炸了。晚上8点还要出美国的非农数据，今天这个行情可谓是难上加难。如果你不想在今晚的插针行情中被清算，今天的视频呢建议看到最后。今晚的大事件就是8点半出的非农数据，本周呢主要是出就业，周三的时候出了一个就业不错的数据，整体利空。那今天出的这个是不是也有可能不错，再来一个利空呢？如果今晚的数据出来远超于6，说明经济强劲，就是利空降息、利空风险市场。如果出来的值低于6，甚至是转负，就是大大的利好。数据情况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看一下盘面信息啊。那先看周线，周线级别呢，其实今天是周五嘛，再过2天又要收线了。目前来看的话，是一根小小的阳线。那这根阳线如果就这么收下来，大概率会在一个光脚站在之前盘整底部的上方。那如果真收成这样呢，其实从站位位置来讲，不好也不坏，没有跌破平行底，那也没有突破就下行趋势线，就这么简单的往前走了一步。这么一看呢，其实有一些无聊。周线级别的空头趋势呢，其实也没有任何程度的改变。再看看量能方面，也是下跌放量，上涨缩量。下跌放量呢，保持一个空头的趋势，所以总体来说，本周的周线没有太大的贡献。再看到比特币的日线图啊，小级别来看的话，它是一个横向整理的过程，有跌呢有涨，就一直保持在这个下跌通道里。那最近通道走势保持的其实比较良好。那目前来看呢，是遇到了一个轻微的反弹。然后来到通道的上沿，受到压力之后呢，继续向下。那这样一根就上一根十字星，一根向下，3条线组成了一个看跌的黄昏之星 K 线组合。那么这样一个小小的黄昏之星呢，走到这里大概率需要进行向下一步的下跌整理。MACD 也是一样，双线在下。那其实代表综合形态和指标来看，目前都没有太多反弹的概率。通过清算热力图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下方往下清算啊，其实主要集中在65000附近。如果主力想要进一步反弹，它有动力先来到65000，扫完下方流动性之后呢，再往上，甚至可以去摸下前方的一些小低点。总而言之，想要填补这个缺口，都是下一步的事情。那下一步是否要走呢？主要看到目前的当前价格行为。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比特币在昨天经历了下跌呢？我认为主要来自于川普的讲话。川普发表了自美以联合对伊朗军事行动启动1个多月，首次的就是黄金时段的全国讲话。在讲话当中，川普意气风发的宣布，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取得了快速、决定性、压倒性的胜利，并强调核心战略目标已经接近完成。他还骄傲地说，伊朗海军现在已经被彻底摧毁，空军和导弹项目也受到了重创，我们绝对不会让伊朗拥有武器。听起来会比较振奋人心，但重点来了。他说，接下来未来2到3周，我们将对他们进行极其猛烈的打击，甚至警告，如果没有达成协议，美国对伊朗的每一个发电厂都会进行严厉的打击。那这里哪是停战的宣言，这根本就是未来2、3周还要继续狂轰滥炸的预告。更让市场崩溃的是川普对于全球经济命脉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态度。大家都知道，这个海峡呢是处于实质性的封锁阶段，全世界都在等美国老大哥去把航道打通。结果川普怎么说？他说美国几乎不进口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我们不需要来自中东的石油。他甚至就直接喊话其他国家，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可以自己去负责维护这条通道，要么就是你们来买我们的石油。因此这个消息一出，现货布伦特原油直接飙升$140，创2008年以来新高。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引爆供应链危机。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带来的实质影响是原材料进不来，运费暴涨，制造商的成本急升。那这股成本压力很快会转嫁到消费者，进一步推高未来的 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市场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已经开始大幅上调今年的通胀预期了。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美国2月零售销售数据。2月零售销售环比增长了 0.6%， 超出预期的 0.5%， 特别是核心零售销售增长了 0.5%， 创几个月以来的新高。说明美国消费的购买力还是比较强的，但是这份数据呢没有经过通胀调整，而是战事全面爆发前的数据。现在呢，全美平均汽油价格已经突破了每加仑$4。分析师警告，供应短缺的波峰大概在2周后就会真正冲击美国市场，到时候柴油、航空、燃油价格跳涨，这对于消费者来说是进行大规模的增税，未来的消费力一定会被严重挤压。在这样的环境下，资金会疯狂逃向美元现金或者是短期美债去避险，谁会去拉盘比特币呢？近期呢，还有个新闻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量子计算对比特币威胁不再是理论，比特币的价格可能要归零了。就在最近，谷歌又发布了2份白皮书，展示了一种极其逆天的方法，理论上不到9分钟就能破解比特币引以为傲的 ECC 加密算法。90%的币圈人没有搞懂量子电脑对比特币真正的威胁，有人相信即使发生量子危机也是银行先出事，也有人认为即使量子电脑问世，高昂的成本也不值得去攻击比特币。
我们不想要散播无谓的恐慌，但身为比特币的持有者和信仰者，你可以把景气循环、区域战争、总统大选当成短线讯号。但量子电脑这个攸关是比特币底层代码安全的基本面，你必须要花点时间去了解。在我们谈量子电脑跟比特币之前，我们先要搞懂量子电脑跟电脑有什么区别。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和全世界最快的超级电脑，它们芯片底层运作单位叫做位元。位元的话，就一个位元，它只有两种状态，零或一。我们所有的复杂计算都是基于这些零和一组成的。你可以想象，在普通电脑运算时，它就像在走迷宫，每次只能走一条路，走错路的话就要回头再试一条。超级电脑的话，就是成千上百人同时走迷宫，速度可能增加了几千倍，但终究是同样的逻辑。但是量子电脑就不同了，量子电脑基本的运算单位叫做量子位元 qubit。qubit 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同时又是零或者是一。或者是零和一，就是它有三种可能，并且三种可能是同时存在的叠加态。我们最想听到的故事其实是约定2的猫，在你打开箱子观测之前，这只猫可以是死去又是活着的状态，而量子位元能够处在叠加态去计算的特性，让量子电脑在运算特定题目的时候呢，可以探索所有的可能性。那因为如果量子电脑计算被用在破解银行系统或者是军事机密的密码，可能会造成不可想象的灾难，尤其是像比特币这种所有转账资讯、钱包地址都要公开在链上的数位资产，岂不是终究会注定有破解的一天？那在展开量子电脑算法能不能攻破比特币之前，我们还是先把题目定义清楚，因为所谓的破解比特币其实是可以完全两种不同的事情。第一种是破解比特币的底层系统，破解比特币这个网络运作的核心机制，让整个区块链失效，让记账本就系统崩溃。就一个人呢可以控制所有的交易。第二种是破解个人的钱包私钥，算出某个人的钱包私钥，把他账户的比特币全部都拿走嘛。那这两件事情尽管都跟量子密钥有关，但涉及的技术不同，威胁的程度也不同。前者是一旦发生，哪怕发生的几率不再渺茫，比特币都可能会归零；后者是真正有机会发生。不过真实的情况是，能够破解 RSA 或者是比特币ESDSA 的量子电脑，至少是需要拥有2000到4000个逻辑 qubit。 那现在你在新闻当中看到轰动社群的 Google Vigo 芯片也就只有105个物理 qubit。 物理 qubit 是充满杂讯、错误率很高的量子位元，光是要构成一个稳定可用的逻辑 qubit， 可能就需要几千到几十万个物理 qubit 来就纠正这个错误。所以呢，想要拥有2000个逻辑 qubit， 至少会需要几百万个物理 qubit。 量子电脑距离破解比特币所需要的规模还差了几个数量级。那学术界主流他估计可能在2035到2040就这些年之间那最乐观的话也要到2032年才有可能出现具备就是可能密码威胁能力的量子电脑。讲到这里，使用我们视频下方交易所注册链接进行注册，永久享受到最高手续费减免，还有众多新人福利。近期仍在坚持 OKX 的小伙伴可以使用我们的专属减免优惠码，这样刷交易量可以有效避免不必要的损耗。如果还没有 Gas.io 的账户，可以使用我们的注册链接，这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福利。在注册的时候，记得绑定一下我们的专属邀请码，这样你可以获得 20% 的终身手续费返还。Bybit 交易所现在新用户注册满手优拿到爽，一鱼多吃福利多。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币安广场的账号。同样，如果自己在玩币安广场，多进行积极的发帖和互动。为什么呢？因为币安广场内置的一些空投活动，通过简单的参与，比如说转发帖子、关注，然后以及是发内容和文章，都可以得到相对应的积分。那这些积分的话，都是他给到奖励的凭证。在做这些任务的时候呢，也不要忘记我们阿尔法指标平台每日签到和观看视频。这些积分的话都是空投简要的唯一要素，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空投。